2025年春节调休猜想，除夕继续不放假，节前上班3天，节后上班4天。在度过今年11假期后，相信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官方层面对春节假期的安排，或者说如何安排调休。早在2013年12月，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就曾将春节假期调整为从初一开始，并通过调借双休日的模式形成7天假期。这样看，似乎明年1月份的春节假期已然呼之欲出。青春深圳，近年来，每逢国家重要节假日期间，有关调休的话题便会迅速在全国各大媒体平台热搜榜单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大家显然都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推行调休？在假日调休打破我们原有工作生活节奏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及时调整状态加以适应呢？春节假期安排猜想。相信在适应完今年11假期的调休方案后，想必大家对明年1月份春节期间的调休安排也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除夕当日大概率会被排除在完整假期之外的情况下，明年春节假期调休无非有2种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1月29日初一放假前，将1月26日及周日设为工作日，在节前连上3天班，7天假期结束回来后，再将2月8日及周六设为工作日，连上4天班。第二套方案基本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做微调，比如将节后调休日设置在2月9日。最近几年社会上针对是否要将除夕日设为法定假日的议题一直存在争论，不过现阶段我国仍然倾向于将初一视作春节假期的起始点。至于除夕当日，国家层面则是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落实带薪年假或串休的模式合理安排人员。考虑到除夕日会出现大量燃放鞭炮进而引发安全事故的情况，政府层面需要保证必要的值班力量来维护社会的运行秩序。还有很多企业也想赶在除夕夜前完成相关订单或业务核算等工作。相比于通过立法将除夕日纳入法定假日，提倡除夕日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显然是更合理的选项。实际上，哪怕在春节假期期间，还是会有很多人要坚守岗位，无法与家人团聚，而后续通过人员轮转调休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休息的权利，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既然调休会打乱原本的工作生活节奏，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同样也会扰乱原有的工作秩序和状态，这时就需要合理的假期安排来进行平衡。为什么要推行调休？在反对调休的众多理由中，其他国家没有调休似乎就是最合理的论据。不过现实情况却是，调休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就连西方国家也早已习惯于长周末或搭桥式的调休模式。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国情不同，我国与西方国家在调休制度上的不同点就在于，我们倾向于通过调休来创造出较长的假期，而西方国家则是更加注重法定假日安排的灵活性。国内每逢假日调休期间，似乎都会引发社会舆论对国际法定假日数量的热烈讨论，而对比不同国家的法定假日数量也成为了相关时期的例行节目。在部分人的印象中，我国的法定节假日数量要比发达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数量少出一大截，可事实真的如此吗？青县人民政府数据显示，我国的法定假日包括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3天，共计11天。相信现在还有不少朋友都还抱有我国春节和国庆节的法定假日都是7天的错误认知，而这也就是我国为何要推行调休的原因所在。与我国相比，美国的法定假期大概在10到15天，具体放假安排是情况而定。英国的法定假期则为10天，法国的法定假期数量则与我国同为11天。目前我国实行调休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设置连续的假期，让人们能够与家人长时间团聚或出门旅游，拉动内需，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内循环；另一方面则是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为推动企业落实带薪年假，以及满足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假日期间灵活安排工作的需求。其实大家很清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振假日消费是国家层面设置长假期的主要考量之一。
不过，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又很容易陷入到既要又要的思维桎梏之中，既要促进假日消费，又要不惜占用周末来补工作日，这真的有必要吗？想来这是大多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疑惑。可这并不代表所有企业都会按照调休模式来进行假期安排，而仅代表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国家层面在法定假日上的制度安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软性约束，这种制度安排主要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内广泛推行。至于部分外企或民企，往往很难完全遵照国家安排进行假期设置。至于个体工商户，在假期安排上则更具灵活性。调休或许会是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假期模式，不过这并非代表着所有制企业都要严格执行该假期政策，而法定假日工作给予3倍工资报酬却是企业需要恪守的制度原则。3. 如何积极调整状态？既然我们无可避免的要接受调休对个人及家庭工作生活节奏的打扰，那么与其纠结为何要推行调休，倒不如多关注如何在重要节假日期间调整好个人及家庭的状态。毕竟严格来说，长假期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生活节奏的一种打扰。说到调整状态，最先调整好的就应该是我们心态。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或者朋友之间进行适当的吐槽，或许是不错的情绪发泄口。不过我们也要学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要将其演变成对国家政策制度的造谣或污蔑。我国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在重要节假日安排上也难免会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复杂情形。虽说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长假期来探亲或出门旅行，或者很多人觉得只要按照法定假日休息即可，无需再调休，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人不需要长假期，不代表依赖假期经济的地区或相关从业者不需要长假期。既想要获得超出法定假日数量的长假期，又要摒弃节后的调休工作日，这种既要又要的想法才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那干脆每逢重要节假日的月份就直接放假1个月，岂不是更好？这样做恐怕后续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都会出现问题。当然，尽管对重要节假日进行调休十分有必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调休对职场人士的健康影响。而这种原本工作节奏被打乱的压迫感，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学生时代的周一综合征。哪怕该症状在人们的常规工作日期间也普遍存在着。假期余额恐惧症，不想上班根本起不来，恐怕是很多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们终究还是要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在重要节假日期间保持相对规律的作息以及饮食习惯，对我们科学应对调休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性也将有助于我们抵消即将上班带来的紧迫感。当然，既然国家为我们设置了长假期，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帮助自己调整状态，转换心情，或者借此机会去改善家庭或与朋友间的关系。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治愈，才是我们应对一切外部挑战的最佳良药。总结，在刚刚度过11假期后的调休日后，想来大家对明年春节假期的安排也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综合最近几年的假期安排，今年春节假期的调休安排大概率会采取初一前连上3天班之后连休7天，回来后再上4天班的模式，与国庆期间一样累计调休2天。至于最终调整哪2日，则仍存在一定的变数。其实西方国家内部也普遍存在着调休制度，只是其调休的关注点更多的是避免假日与工作日之间出现冲突。而我国则更加注重设置长假期，以提振社会活动的活跃度。而大家普遍觉得我国法定假日少的原因，则是很多人依然存有春节法定假日是7天的错误认知。无论是从保证社会运行秩序，还是工作安排灵活性角度来看，国家层面对重要节假日的调休安排更像是一种软约束，或者说是对社会运行体系的必要调节。